上回说到，路飞一伙为了夺回凯米，闯入人类拍卖场，结果鱼人小巴被天龙人用枪射伤。路飞盛怒之下，一拳将天龙人打翻在地，引起了海军总部的关注。海军大将黄猿主动请缨，奔赴香波地群岛。另一边，因为冥王雷利的相助，路飞一伙成功救出凯米。此时，拍卖会场外面已经布满了海军，路飞、罗、基德首次联手与海军开战。海军派出小分队由拍卖会场后门潜入，实施对天龙人的营救行动。一个海军问了一个深刻的问题，发现会场内有海贼，是否立即批捕？旁边的海军小哥立即答道：能把人质救出来就不错了，逮捕你个头！拍卖会场前面，路飞3人持续的海军技能输出，3个人的攻击均带有群体伤害。罗扩大了技能的范围，将一大群海军当场肢解。基德则使用磁力吸附了现场所有金属的器械工具，变成一个巨大的金属爪子。路飞使出巨人手枪，3人招式齐发，瞬间干掉了一大群海军。海军的营救小队顺利救出了3名天龙人，不过3大海贼团的船员对他们根本没兴趣。如果真要绑架天龙人，还轮得到这些海军潜入偷人？来一个打一个，来一群打一群。海军准将也是个汉子，在清楚的意识到敌我实力相差巨大的情况下，仍然没有退缩，只为了不让海贼看扁，更为了拖到海军大将黄猿赶来。他命令全军重新整顿队形，誓死抗争到底。基德笑了笑，再见了草帽路飞，能见到你一面真不错，不过下次再见我可不会放过你。路飞沉默了一下，回道：不过 One Piece 一定是我先找到。基德突然愣住，陷入回忆之中。他轻轻地对同伴吉拉说：我们以前航海的时候，说到 One Piece 总是会被人嘲笑，于是每次都要杀掉嘲笑我们的人。在这之后的航海，如果没有把他说出口的勇气，是无法存活下去的。新世界再会吧，动手，兄弟们！基德一声令下，手下的船员们各自展示技能，与海军站在一起。3位船长厌倦了和这些塑料段位的敌人对打，不再出手，由各自海团的伙伴出面突围海军包围。基德也是倒霉，切断了岛和岛之间的拱桥，好不容易甩开海军的纠缠，结果却被不明激光射伤。基德抬头看了一眼，脸色瞬间大变，不会吧，我他妈的也太倒霉了！站在基德一伙斜上方的那个巨大身影，居然就是曾经在恐怖3款帆船近乎无敌的七武海暴君雄。罗转身与船员们准备闪人，顺道收编了一个舵手。这个人高马大的壮汉曾经也是某个海贼团的船长，现沦落为奴隶，成为天龙人的玩物。罗让他恢复自由之身，并给予他应有的尊重。壮汉很感动，心甘情愿加入了罗的红心海贼团。逃跑过程中被迫追上壮汉，强调他是个新人，备份在自己之下。壮汉倒是无所谓，只要不做奴隶，怎么样都可以。罗一伙快速向海岸奔去，突然前方传来乒乒乓乓打仗的声响，离近一看，基德和暴君雄刚上了，这给罗吓了一跳。跑的话应该是跑不了了。罗准备和基德联手将熊迅速撂倒，避免时间拖得太长，把海军大将给拖烂。此时海军已经从后方包抄上来，闪电战逐渐演变成了焦灼战。迪巴鲁率领飞鱼骑士团来接应草帽团逃跑，弗兰奇以极快的速度给迪巴鲁的老牛车安装了一套涡轮增压系统，迪巴鲁的老牛瞬间变成了武装摩托艇，载着雷利等人跑得飞快。经过贩卖凯米的人贩子彼得曼的基地时，路飞一会儿冲进去，把这个人贩子集团的大本营掀了个底儿朝天，算是替凯米报了仇。迪巴鲁将路飞等人一直护送到了13D2岛。临别时，迪巴鲁特别嘱咐山治，在草帽团离开香波地群岛之前，飞鱼骑士团随时供他们调遣。告别了迪巴鲁和飞鱼骑士们，雷利带着大家回到了下棋的载人小酒馆里，将小巴安置稳妥后，雷利坐下来和路飞一伙细细聊了起来。路飞得知雷利居然是海贼王罗杰的副船长，惊得尖叫出来。夏奇也很惊讶，难道小巴没告诉你们？小巴解释说，他们只是镀个膜而已，说那么多干嘛？罗宾一脸淡定，你们居然没发现？乌索和娜美吓得都快哭了。谢尔巴兹雷利这个名字他们太熟了，书上和民间传说中经常被提到，可是谁能想到这种大人物会是眼前这个拖鞋老大爷呢？很多年前，雷利遭遇海难，被当时还只是个孩子的渔人小巴所救，因此建立了很深的友谊。甚至则比较关心另一件事，海贼王罗杰在20年前就被处刑了，身为副船长的毛利居然毛事没有，依然赌博把妹，逍遥快活。海贼王一伙应该都被抓了吧？雷利故作深沉的沉默一番，把气氛调足了之后，微微一笑，用一种我就喜欢看你们一无所知的傻样那种语气轻声说道，我们不是被抓的，罗杰是自首的，政府为了炫耀自身的能力才对外宣布抓住了他。此言一出，全场震惊，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。娜美焦急地问道，自首？为什么？雷利抬起头，面露忧伤，因为我们的旅程已经走到了尽头。大约在公开处刑4年前，罗杰患上了不治之症，再厉害的人也逃不过生老病死。罗杰非常痛苦，当时在双子海峡有个人名叫库洛卡斯，没错，就是布鲁克和路飞都认识的那个孔雀尾巴头型的老头，他是灯塔看守员，同时也是医术最高明的医生，只有他可以减轻罗杰的病痛。罗杰的船员一再恳求，希望他能作为船医加入罗杰海贼船，陪罗杰走完最后的航行。因为库洛卡斯的加入，罗杰又多撑了3年，并且征服了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伟大航路。布鲁克听到这里，当时就泪奔了。据雷利所说，库洛卡斯答应随罗杰海贼团出海，是为了寻找另一个海贼团，而那个海贼团不用说，就是布鲁克的伦巴海贼团。
布鲁克哭着说道：“没想到库洛卡斯医生为了我们做到了这个程度。”雷利感慨万千。虽然库洛卡斯加入罗杰海贼团仅有3年，但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同伴。年纪大了，只想找机会再聚一聚啊。罗杰征服了伟大航路之后，被世人称为海贼王，称号对于一个将死之人来说没什么意义，但是罗杰还是很高兴的。他这个人不管做什么事儿都喜欢风风光光的，宴会也好，打仗也好，对于自己没有前途的将来也提前做好了打算。不久之后，罗杰一声令下，罗杰海贼团便悄无声息地解散了，船员一个接着一个消失在世人的关注中。当时一起浴血奋战的伙伴们现在人在哪儿，在做什么，雷利根本无从知晓。海贼团解散1年后，罗杰去自首，被海军逮捕。在他出生的地方东海的罗格镇，海军宣布了公开处刑的消息。全世界都在关注海贼王的处刑，雷利却没有去，因为他们最后一次见面，罗杰对雷利这样说道：“我是不会死的，兄弟。”本来海军是为了威慑其他海贼而进行的公开处刑，却因为罗杰临行前的一句话拉开了大海贼时代的序幕。想要我的财宝吗？想要的话就去找吧，我把所有的一切都留在那里了。One Piece 是存在的。在临死前的短短几秒的生命，罗杰燃烧了世界的熊熊烈火。雷利回忆道：“我从来没有像那晚笑得那么开心，也从没有像那晚一样痛苦，也从没像那晚一样畅饮过。我们船长的人生真的非常精彩。”所有人都震惊了，这个故事太激动人心了，尤其是从当事人的口中还原当时的情形。乌索普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现在的海贼时代完全就是罗杰开启的吗？”雷利轻声说道：“这一点我还没办法回答你们，因为罗杰已经死了，只有活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人才能创造这个时代。”接着，雷利爆出了一个惊人的事情：路飞的救命恩人，同时也是路飞成为海贼的启蒙者红发，以及给草帽团留下极其恶劣形象的小丑巴基，曾经都是罗杰船上的见习船员。10年前，雷利在香波地群岛曾和红发不期而遇，那时候红发失去了左手和他的草帽。雷利问起原因，红发很高兴地将路飞的事情告诉了雷利。从那之后，雷利对路飞充满了兴趣，一直都想亲眼见一见路飞本人。你现在走到这里，想必香克斯在新世界一定等着急了吧？雷利站起身，潇洒地说道：“回归正题，你们是要镀膜对吧？我该回到我的工作了。”小巴很担忧，说起来镀膜真的很贵呢。雷利大方地一摆手：“小巴，我是不会向你的朋友收钱的。”草帽团一阵欢呼，虽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但是免费的东西就是香，这下子能省下不少钱呢。众人一阵欢呼，只有罗宾坐在一边沉默不语。奥哈拉的一切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回放。既然罗杰海贼团找到了 One Piece， 那么自己苦苦追寻的答案，世界空白的100年历史，他们一定知道其中的真相。雷利带着智者的微笑，云淡风轻地说道：“哦，知っている。我们知道所有的历史，但是小姐不要太过着急，用你们的船一步一步接近事实吧。即便我现在告诉你们历史的一切，以你们现在的实力也无能为力。你们环游世界之后得到的答案也不一定和我们的相同。即便如此，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世上的所有一切。”罗宾做了一番心理挣扎，最后还是选择了相信同伴。他决定继续旅行下去，亲自看一看这个世界，看一看这个时代，看一看历史的天空。雷利告诉罗宾，罗杰不会解读历史正文，他们只不过是海贼，和奥哈拉的那些天才学者无法相比。但罗杰具备一项能力，就是聆听万物之声。乌索普不想放弃这大好的机会，眼前就是曾经找到过最终宝藏的人，从他那里得到情报的话，自己一会儿可以少努力好几年的。谁不想抱大佬的大腿呢？乌索普抢着问雷利 One Piece 的下落。路飞一声吼阻止了乌索普，乌索普吓了一哆嗦。路飞吼道：“我才不想知道宝藏在哪里，也不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宝藏。虽然什么也不知道，但是大家都是赌上性命出海的，我不想经历无聊的冒险。”乌索普手足无措，连连道歉。雷利笑道：“你们能行吗？伟大航路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，敌人也非常强大，你统治得了这片大海吗？”雷利紧紧盯着路飞，希望从他的嘴里说出自己想要的答案。路飞沉默片刻，说出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我没想过统治，在这片海上最自由的人就是海贼王了。”雷利大为惊叹，不得不说，红发看人真的很准。路飞没有让雷利和红发失望，从他的身上，雷利看到了罗杰的影子，那个曾经让雷利不顾一切追随到底的男人的影子。雷利欣慰地笑了，什么也没说，背起工具准备出门去给桑尼号镀膜。为了躲避大将和海军的追捕，众人决定分头行动，在镇上找个地方躲起来。雷利将自己的生命卡分开交给草帽团，嘱咐他们镀膜最快要3天才能完成，大家可以根据雷利的生命卡3天之后到雷利所在的位置集合。路飞嘿嘿一笑，转向大家，对说：“可是海军大将，你们可别死了呀！”此时，海军的军舰已经抵达香波地岛海域，如雨点般的炮弹轰向小岛。海军大将黄猿站在其中一枚炮弹上，一道耀眼闪光，黄猿瞬间来到了镇子中心。“我是黄猿，已经登陆小岛。”